中东的局势变得有一点越来越复杂，有一些细节大家仔细来看一下哦。现在冲突到底是扩大，还是到底会更加的这个跟其他人会越来越多人加入哦？包括我们看到叙利亚也有这个所谓的美军基地遭到5枚的火箭弹哦，不是1枚而已哦，5枚的火箭弹攻击哦。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巴省的阿塞德，他也击落了5架的这一些直升机哦，在叙利亚这个地方等于说它旁边都受到影响了。以色列自己北部也有遭到35枚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的立刻也回击他。那相关的这个以色列总统也表示说，最好的事情就是每个人对伊朗上个礼拜奇怪的这个报复袭击保持困惑。大家不要不关注啊，要关注啊！以色列总统说：“我唯一能够说的就是，过去2周暴露了全世界稳定面临的真正的威胁。他从德黑兰开始透过代理人蔓延到整个中东的地区状况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色列直指伊朗扩大战场，转移国际对加萨的注意现在包括这个。”所谓加萨的进攻加萨这件事情，很多国家不断的提出这些质疑。法国总统马克宏呢，他跟纳坦雅胡的通话，他说希望可以加强打击伊朗破坏的稳定的行为这个是难得的温暖，因为他们在联合国的会议上面，各国对以色列的代表是各种羞辱、嘲笑而且讲到最严重的时候，还叫他滚出去。来看一下这一段。He can come and talk to Ireland. We tell him how it's done. We expect from you to condemn what it is. Who would like to speak against? That Israeli man telling lots of lies. He said there's no other way except what they're doing. Thousands have died in what they're doing. Killing more people has resolved nothing. Putting down our guns, not from picking up more guns. Put down their arms before they make any demands. We can no longer allow a child to die tonight. They've done it as affecting South Africa. Nobody will agree to the resolution from Israel. So that we stand up from here as human beings. That will be my plea. Let them go aside. 各国代表轮流讲的时候，你看唯一不断的就是掌声啊！哇，大家都群起激昂那到底怎么回事？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有讲到说，随着伊朗的危机慢慢消退，以色列距离拉法入侵又更进一步而且你看是医护人员甚至还有很多这个小朋友也受到影响。以色列军方跟犹太屯垦者呢，都对他们开枪目标就直接锁定了救护车，等于说是无差别了。不有攻击这一些弱势，这样，以色列的军情局长辞职了，加沙事件以来第一个下台的以色列的高层。那有一个比较悬疑的事情，纳坦雅胡自己爆料说，奇怪，我们极机密、极小圈子4个人的秘密会议里面，每次开完会就有人泄密。你知我知，4个人知道的事情，怎么会有人知道呢？他指的是谁？就是国防部长。他甚至说，有些人故意在那边散布虚假讯息，如果不想做，好，你就直接走人吧。讲话讲得非常的硬。那刚刚大家有特别提到了，泽伦斯基现在援乌法案已经通过了。泽伦斯基说，如果通过，他们有机会可以战胜讲得很漂亮，他也一定要这样讲。但真的是这样吗？克里姆林宫也呛了说，这个军援没有用啦。俄军已经占上风了可以看到他们派了2.5万的俄军直攻乌东那等于说战况又新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情势里面，对乌克兰来讲是越来越艰困了。那个军援真的会有帮助吗？610亿的这个美元真的会有帮助吗？那很多专家直指包括我们2位专家也直接告诉大家，重点是你没有人了嘛，你就兵力不足啦，所以你这个双方悬殊的状况之下，所谓的美元真的会有帮助吗？隋将军。就美元呢，只能让这个战争时间再延长一点，但是并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结果。何况现在俄罗斯已经动员完毕了，这军火库也充满了，就是满血复活了。这还是美国人讲的。那现在是4月了，5月这一波攻势，因为到了9月以后又进入快要冬天了嘛，那俄罗斯要采取重大行动也是这个时候。但是你美元现在才批准，什么时候到达？所以在这个入冬以前呢，俄罗斯可能又会更进一步了。所以这个问题，美国之所以批准，因为是拜登的选举问题，他不能在选前乌克兰投降了，那他前面做的都是错的。所以这个问题，俄罗斯也是看准这个时机会加大一个进攻。再回头看以色列，以色列是虚心积虑的想要挑起这个更大的一个冲突，所以对黎巴嫩也打，叙利亚也打，伊朗也打。可是我们军人看你打的数量根本不是致命性的攻击
讲的难听一点就是放鞭炮的。这种行为只是让拜登为难，你要不要支持以色列？谁是你的干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纳坦雅胡呢也面临一个问题，以色列内部也有反战的声浪，不小啊。而且国防部长也看到这个仗打下去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被全世界谴责，这不是一个很难堪的事情。所以内部里面就有问题。但是纳坦雅胡一意孤行呢，我很早观察这个战争呢，他就是赶尽杀绝。他现在又对拉法下手了。他为什么对拉法下手？讲得好听，我有4万个帐篷让他难民可以住，100万人怎么住4万个帐篷？他就是让你打医院、断你的粮、攻击你的补给车队。联合国的补给车队被他攻击，干嘛？让你饿，让你苦，让你病，让你死，让这边的难民待不下去，再往南移。这就是赶尽的任务，扩张自己对整个巴勒斯坦领土的霸占，包含戈兰高地旁边的屯垦区也在向外扩张。换句话说，他想一了百了，因为他认为你巴勒斯坦在我身边，天天都会对我发起恐怖攻击，所以他是铁了胆的，非要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解决。这就是犹太人的死硬派的想法，他不会跟你谈和平共存的，他要完全 control。所以在联合国里面，2国论，那么多联合国代表都支持美国要支持以色列否决，因为成立2个国了，以色列就不能用侵略的行动，趁你现在不是国嘛，他不承认你是国嘛，他在扩张他的领土。所以我们看戏啊，看热闹，要看出他的真正的目的。我们看以色列一开始打仗用的手段，在巴勒斯坦北部、现在中部，跟他要求埃及开放门户，就是让这一批人通通能够赶出去，剩下少数的他能够控制，就在他一切掌握之下。换句话说，巴勒斯坦等于是一个殖民地一样，他只要用你的廉价劳力，其他的根本他都不要。所以这个东西啊，大家看不顺的就是说，当年大家同情你以色列是因为纳粹对你赶尽杀绝，今天你又拿这个事情来报复人家，对不对？难道说纳坦雅胡希望能够产生一个像巴勒斯坦的摩西带着这100万人走吗？不可能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死伤会更多。接下来请教黄教授，你怎么看中东的这些冲突，还有包括乌克兰的战事？中东的这个冲突啊，说实在，现在越来越复杂了。因为不只是原来我们看到的以哈冲突啊，伊朗也加入了，而且更不用讲说，我感觉周边一些本来就是反美、反以色列的这些，不管叫做民兵武装组织，或者是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们现在也跃跃欲试啊，希望就是让这个冲突变得更大，让大家干脆一次来把这个所谓的以色列问题解决了啊，这个是我的感觉了，我希望不是错啊，希望不是对的啊。那当然，在最近一波这个以色列先攻击了伊朗在叙利亚的使领馆，然后伊朗回敬之后呢，以色列又回敬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一个很困惑的一个好像是以色列发动的军事行动，就是前几天这个伊朗在它的西部打下了几架无人机，那到底是不是以色列呢？也不知道。然后伊朗有些高阶的官员也说，这个呢也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军事行动。那它到底是什么？反正大家就不要把话讲白，就模模糊糊的。我觉得伊朗跟以色列目前可能是在美国强力的斡旋之下，这样的一个表示哦。问题在于说，伊朗他就算有这样的一个暂时保持短暂和平的意愿，可是他周边的这些兄弟们，我举例来讲，譬如说他在叙利亚，他有个叙利亚个民防军叫 National Defense Force， 叙利亚的民防军没有火箭弹，理论上没有火箭弹，人数也搞不太清楚。他有的比较是传统的这些步枪啊，这个手榴弹啊、地雷等等的。那叙利亚就跃跃欲试啊，对以色列的这个复仇心是很强的。那比较有火箭弹的力量，当然就是在黎巴嫩，在黎巴嫩的真主党旅。另外还有像在也门的胡塞组织，就青年团结组织，这些都是有火箭弹能力。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真正能够远距去攻击以色列的伊朗的这些兄弟们，他们
有一些不一定会听伊朗的话啊，但是我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就是伊朗表面上说好啊，我暂时西线无战事，我跟以色列不要有再进一步的冲突，可是背后就叫我的兄弟啊，来去丢几颗，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们好像就真的听话，或是我们示弱了。这个我觉得在国际政治上是很常见的这种所谓代理人的战争，更不用讲说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已经在过去跟以色列已经冲突了非常多了，在地中海、在陆地上等等，太多了。那我也必须要强调，就是说现在看到的是伊朗它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叫做抵抗轴心，它不只是在中东，而且在北非这些阿拉伯国家。只要是讨厌以色列的、不喜欢美国的，很多都慢慢的聚集在伊朗的一个建议之下。那未来这个抵抗轴心会不会有更大规模的这个中东的武装的攻击？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小心的看待。中东打到大理人哦，然后包括我们看到乌克兰，它到底是缺武器、缺人、缺钱、缺哪一种？会有帮助吗？请教委员。这样子啊，这乌克兰真的是我们台湾看它，不能把它当作只是远方一场悲剧，要把它看它。不小心，我们真的会成为乌克兰，因为他几乎在欢迎着美国，在拱使一个工具，然后付出代价，最后死伤累累，然后他盆满钵满，然后撤退而走。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美国给伊朗再多的军援，武器要有人用，他今天4000万的人口已经成为怎么样子？战死的、逃亡的。已经在自己内部不到2000多万，这2000多万里面，再扣掉小孩、老人、妇人，他还有多少的精力可以用？武器给了，没有人，而且人是越战越少。现在所有流亡出去的乌克兰人，有没有要返国来捍卫领土？大概出去就不回来了，是吧？然后呢，跟他作战的俄罗斯，他的后方是生活照常啊，食衣住行娱乐样样不缺呀。那你说这场仗怎么打下去？第二个，打仗除了靠人力，还靠士气。今天所有乌克兰人认为这是胜利成功在望，我们再拼一下，我们付的代价是会赢的，是有这种感受吗？至少我们看不出来，没有人力，没有士气，现在只是打了鸡血。就好像一个在加护病房的病人，输血再多给他，只是让他多喘几口气啊，最后还是会输的，最后还是悲剧收场。所以，一个负责任的世界级的国际政治家的这个国际领袖啊，一个负责任的乌克兰的领袖，应该要考虑着怎么样子来结束这一场战争。再看以色列这个也是一样。这本来是一场有限战争，他要把它打成无限战争，因为哈马斯攻击了以色列，以色列报复，这个到这里全世界大概都不会有意见。但是呢，这本来是一场有限的战争，但是以色列现在准备把它打成无限战争，而无限战争的最后是要歼灭，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以色列已经把它几十年来过去他们所付出的那一种。人类社会对他同情的代价，现在大概完全已经没有了。以色列几乎已经快变成人类的一个公敌了。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以色列就是用拳头用过头了。所以，咱台湾人讲一句话啊，小怕힘无力了，但是力没使用较尽了。就打架的时候，恨不得有更多的力，但是力不能用尽，因为用尽的时候再用力，你就没有力了。现在以色列正在使尽他所有的奶子的力啊！现在只剩下一个美国在撑他，能撑多久？美国一样可以撑多久？所以，我们从以色列啊，从乌克兰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小的台湾要生存下去，他正在写一本教科级的教训给我们，我们能体会多少？好，我们跟对话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沙国跟这个香港的距离越来越接近哦，两个有合作。我们看到一个新闻，沙国呢跟香港的这个政府直接签了备忘录，彼此未来希望可以多一点合作。遇到争议的话，我互相沟通，互相的避免哈。那这个中国大陆它有推销了一个很重要的开发，叫未来城哦 ，NEOM， 好，它不知道能不能念成 NEO 哦。它是跟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来招手哦，这个看起来蛮漂亮的，感觉很有未来感。那整个从这个制空从外太空看过去哦，就好像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像是一道线一样，一道光这样子哈。沙国的王储他牵头，他带了一个团队到中国大陆去哦，都是一线的城市去做访问。他需要中国来投资5000亿的美元，然后看这个照片啊，都感觉好像是这个未来式的这电影场景才会出现的这个内容哦。新未来城的执行官纳兹米他讲说是一个很宏大的愿景，很可能是21世纪最让人类振奋而且非常成长性的一个倡议哦。好，那大家问了，沙国自己应该也很有钱吧？为什么大队人马王储还要带着人去中国大陆找资金呢？他说，以色列跟伊朗还在发生战斗的时候呢，这个沙国的代表已经到北京、上海、香港跟深圳呢主要的城市做为期7天的访问哦，这算是深度哦，地域也广，时间也长。他希望可以容纳一个900万居民的现行城市哦，相当惊人的一个 idea。那这个执行官纳兹米刚刚讲到说，他非常复杂、很巨大的一个工程，这样的工程需要大量中国企业的参与哦，才有办法实施。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震撼了 A 股，沙烏地这个阿美他突然出手抄底1000亿的这个巨头哦，这个本来就很有钱了，他现在要跟恒力的这个石化要做合作，哇，强联手要做这个方面的扩大力度哦，来这个合作。沙烏地阿美的高管阿尔卡塔尔，他也讲说，我们要扩大在重要的中国市场里面的业务前景啊，他感到非常的兴奋。那印度的分析师直接讲，他说，如果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荷姆兹的海峡哈，这个之前伊朗也有讲，他说其实我们就是最狠的手段，就是把荷姆兹海峡把它关闭起来。那相关的这一些领域啊，航运什么，大家都会非常紧张啊，这会导致原油跟天然气的价格飙升。缓解这个紧张局势的努力啊，可以避免油价的飙升哦。不过这1-2天，油价跟金价有稍微回正的一个状况了哈。路透社也讲说，美国将恢复中国太阳能设备苛征的关税哈。报道是引述2个知情人士，美国要使出这个新的一个方式哦，新的这个中美要抢能源的这个，请教邵将军。这个沙烏地很奇怪，他要这个沙烏地这些领袖啊。都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不要搞错了。王公贵族都是送出去，他不是我们想象中间的土包子啊。第二个，他们高层很清楚，石油总有一天挖光的，所以全世界的大商人是他了，全世界投资，就像金融上面能够赚回他应有的利润，因为确保他国家的利益能够存在，所以他又要变一些花样来了，因为。老百姓也希望沙烏地，你看沙漠里面要盖这么大的工程，除了找中国，找谁啊？中国是青康藏高原的铁路、高速公路、沙漠、冻土，它科技都能够克服啊。所以中国很多大型的企业公司都在嘛，有做机械的，有做房地产的，有做这个公路的，有做桥梁的，什么样的公司都是大字号的公司，所以他到中国去是必然的啦。何况中沙之间现在蛮友好的啊，所以这个工程就看中国大陆是能够，别的国家抢不过这个单子吧？一口吃不下这么大的东西，尤其在沙漠里面，而且以前他干那个圣城麦加的那条公路，已经给人家一个高铁，给沙烏地有信心嘛，你能在这里盖出来，所以我想中国跟沙烏地的结合是越来越紧密的，将来中国还可以卖他武器了。对不对？像美国不卖35B，中国大陆就拼命跑到沙烏地那边去搞航空展览，无人舰、无人潜舰都表演给你看嘛，啊，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另外，我们要讲这个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如果一关闭的话，油价会上涨，因为它产的石油差不多是中国大陆买的，中国大陆的需求量呢只不到10%。可是中国大陆荷姆兹断了以后，他一定要到别的油商去抢嘛，抢的话油价就抬高。拜登现在在竞选前这半年呢，就怕
油价高，油价一高，百货齐涨嘛。这个通膨对拜登的选情啊都不利。所以今天我们归纳一点，你看沙烏地，不是，你看这个伊朗，看以色列，看拜登，看乌克兰，都是为了个人这个总统位置能够保持不牺牲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的死伤啊，那不是吗？你美国有能力可以制止俄乌战争，也可以制止这沙烏地跟伊朗的战争，你为了你竞选，对不对？伦斯基不是为了保全那条狗命，拼命还在那里撑吗？纳坦雅胡不是也是为了自己的位置打到底吗？所以这个东西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这些领导人物出的问题。全世界的纷乱呢，三军统帅总统有起战指导，也有终战指导。可惜这些人没有指导，完全为了自己个人的私人的官位、政治生命，不惜牺牲老百姓的生命，牵起这些很多无谓的战争。真正要责怪的就是选举选错人了，就是自己承担。这个没人替你那个的。讲到选举，我觉得美国也跟我们一样有抗中的啦，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 TikTok 的演算法被质疑，所以美国现在他表决是不是要出售？他说，如果你要活下来，很简单，你从你母公司字节跳动里面独立出来，而且要卖出去，否则我就直接在美国把你禁止了。这个法案要在今天4月23号在美国表决那 TikTok 就要走法律战啦，说你怎么可以强逼我这样子呢？这个完全是政治上的理由嘛。TikTok 讲说你要把这个众议院使用重要海外及人道救援当掩护再度强行一个禁止的议案，它牺牲的是整个美国的用户高达1亿7千万美国人使用者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这很糟糕啊！这么多人在用，按你的理由很奇怪，连马斯克都发文他是挺 TikTok 他反对美国的政府封杀。他说：“我认为美国不应该禁止 TikTok， 尽管说相关的禁令可能会让有一些差别，就是让他自己受益啦，但他觉得这样有悖于这个言论跟表达自由那有一些专家讲说，美中科技战会因为这样子使两国分道扬镳。美国的学者不具名的，他讲说，上周北京迫使苹果帮助关闭一个漏洞，这只是一个小举动，但是他有关键的能力啊，他有这个能力耶鲁大学的这个法学的学者他也讲，方向很明确啊，围墙就准备要围起来请教委员。围墙是一定围，美国也势必会施压，但是呢，主观的意愿是不是就可以完成自己主观的企图？这个有时候是还有问号。我们来看看美国人口3200万，那能够有行为语言能力来玩这个智慧型手机来使用 TikTok 的是1亿7千万。您知道，扣掉那个没有行为能力不会使用者，这一个 TikTok 的使用不是一半呢，是基本上是7、8成呢。也就是说，当你要处理这个事情 ，TikTok 也有一个条件在啊。那以死网破会怎么样子？天下间最怕的事是当我可以以死网破的时候换你要思考了。当我TikTok到你要我走法律战，输我就不干了，看你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耶。所以我们只要回想一件事情，当时这个川普是用行政命令要处理 TikTok， 结果拜登一上任之后就把它给恢复了。那现在呢？又为了选举又去玩这个游戏了，是反反复复。对，导致呢有一个大方向，各位要注意，那就是中沙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中沙之间在建设的时候需要靠中国，是的，中国大陆有资金，它也有资金，有建设的人才，有建设的能力，还有建设可以投进的人力。因为当时盖那个高速铁路的时候，那个人力就非常的重要。这个全世界大只有中国大陆做得到，可是只有这个还不够。各位一定要注意，过去中沙之间它是很简单的，是中国大陆是高额的逆差嘛，因为它要花钱去买它的石油能源。可是呢，假若今天要进行这么一个大的建设的时候，双方在整个的一个是能源交易，一个是建设交易，本币交换在中沙之间将会成为事实。大量的，我用大量人民币去购买你的油，你用人民币来支付我的建设，这个东西所建构出来的整个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新的架构美元为本加这个以汽油
挂户的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会不会发生变化？至少在这里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看这个问题上，不能只看到技术、人才、能力，可能更加要看到的是两国之间过去贸易是单方的逆差，到现在这个进行会将这慢慢的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的本身使得他们之间可以本币的互换，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让中国大陆跟很多国家，像俄罗斯，是顺利的进行了本币互换以后，发现摆脱了美国的控制啊，那么对于自己都是一个安全。所以要请教黄教授，您怎么看现在中沙之间合作的密度越来越深以及 TikTok 在美国准备要被封杀到底会不会过？今天这个会有答案了哈。对，在我们录影的现在，美国国会应该是还没有开始讨论，还没开始讨论。表决器对他们准备要起床了啊，准备要到办公室准备讨论，所以我们还不知道结果。但是我觉得这个抖音呢，现在它已经变一个政治问题。那政治问题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对跟错。譬如说，美国就有很多的官员、国会议员、意见领袖说，抖音就是一个中国大陆洗脑美国人的工具。但中国大陆就说没有啊，抖音它就是一个上市的公司啊，而且你美国有妄想症，我怎么会用抖音去洗脑你美国人民呢？所以两边这个政治问题，我没有办法说哪边是有一个100%这个定于一尊的这个绝对的这个答案上的优势啊。但是我也必须讲说，这个抖音它其实在川普的2020年的时候，川普想要把它禁掉，他颁了行政命令，结果美国的联邦法院法官说你这个违反言论自由，所以川普那个行政命令就没有了。那我还记得在去年就2023年的时候，美国的蒙大拿州那个州长是超级保守派的，那个州长说我也要禁抖音，这个对我州里面的青少年身心都不健康。结果呢，蒙大拿州的联邦法官又说对不起啊，你违反了言论自由。所以拜登政府甚至美国国会，我觉得他们不会不记得前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说这是政治事情嘛，所以你就继续往前走。反正新闻先出来说抖音残害我们美国人的这个思想的正确性或等等等等的，那最后法官要在判的时候，你已经可能都到年底，甚至都已经选举选完了。而且就算是年底的时候，共和民主各取所需，大家都展现了所谓的抗中反中的这一个强力的气势。政治上我已经赚到了嘛？那法官如果说对不起，你这个违反宪法或违反这个保护言论自由的话，啊，我尊重法官，没关系，我选上了。对，这事情反正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嘛啊。好，那这个沙烏地这一块啊，其实这是他的这个2030愿景里面一个很大的工程。那这个新的未来城啊，它的占地已经是2.6万平方公里，台湾的2/3多一点点的大小了，这么大啊！那人口现在不知道能住多少，有人说可以住到800-900万，800-900万，目标900万。对，那这里面的技术啊，为什么找中国大陆？刚刚前面2位前辈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它在这个新能源的方面，或者在这个 AI 跟交通的这个整合上面，或者其他新的科技的这些创新上面啊，还有包括生物科技，中国大陆其实世界不是第1，也是前3、前4吧。所以沙烏地呢，他找了中国大陆来合作，一方面中国大陆该有的技术，中国大陆基本上都还算成熟。再来就是在未来城的建设上面，中国大陆现在也有什么北京科学未来城等等等等，中国大陆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反而是你要找美国，而且你要做这么大2.6万平方公里的一个未来城，这个必须要像中国大陆这样比较大的国家，它才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好，那我也必须讲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美国一定说这个是中国大陆它要来这个把手伸到中东里面的一个工具啊。但是中国大陆很清楚是说，你沙烏地来找我的啊，而且沙烏地也是公开用这个公开募股 IPO 的方式在处理这个资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城如果它真的开始推动，再往前走一步的话，对于沙烏地来讲，因为沙烏地它是一个喜欢高大上的国家，它东西就是要金碧辉煌，要大要强，真的，我们那个中国式的 humble 这个谦虚其实没有用的。再来就是中国，所以沙烏地拿到了它需要这种高大上的东西，世界第一的。中国大陆拿到它的国际能见度，而且它的这个在未来城相关的建设的能量
以后他可以大声的说，这个就是我建的，你们有需要，只要价钱谈得拢，都来找我。520越来越接近了，大家很关心两岸的局势到底怎么样？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肖周。首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帅汉明帅将军，各位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好，520到底状况会是如何哦？大家的这个开始解析他的演说哦。不过昨天有一个行程非常特别，赖清德见了很多商界各部会哈，他都依序的去这个参访哦。但是比较吊诡的是，陆委会昨天他去的时候很低调啊，媒体也没拍到啊。那相对有人问他说，赖总统，你对这个陆委会有没有做出任何工作指示？陆委会非常低调，说我们没有回应啊，不敢多说啊。那昨天有一个状况，在澎湖的海域里面，我们的海军张千浩跟对岸的解放军的丽水号有发生对峙的状况哦。那以往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其实不会有这种情形啦，但是现在就有这一个状况。那对峙的过程当中里面，对岸还很强势哦。他说我是谁，你是谁啊？你要注意你的位置哦。来听一下这一段。好，过去大家都有默契，不会在这边出现状况哈，但是现在都不一样。520之后会不会更加的险峻？那台海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可能会爆发战争哦？有专家说做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我看完这篇之后，我也觉得纳闷哦。他说最重要就是全民都要参与的战争了。就是这个稿费，我觉得应该把它追回来，写的跟白写一样。蔡正元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解放军会不会攻台？他说其实不会啦。他没有准备，因为他们的陆军跟登陆艇都没有动。那换句话说，以蔡正元的见解哦，这两个可能是他到底有没有攻台的一个重点哦。他觉得空军反而就是一个平常的训练。另外一个美菲并肩哦，美菲的这一些包括跟澳洲、法国的部队里面做3周的演训，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菲律宾首度的跨过了他们12海里领海以外的海域哦，这是第一次。等于说跟中国再进逼啦，而且背后有这么多美国、法国跟澳洲的部队也跟他一些参演哈。那特别的是，法国也第一次派了所谓的普越号来参加这一个演训。中国当然就不满了，大呛，他说你故意就在操作这一些这个所谓的岛链封锁，要撕裂全世界。解放军第2号人物张幼霞就讲说，你不应该把这些海峡是大家丰富的资源，你要别把它搞成炮舰外交的竞技场，所谓的脱钩断裂，让各国分割成大家互相猜忌的这一些孤岛，海上搞这个所谓的围堵和遏制、岛链封锁，让世界陷入动荡的这一些漩涡里面哈，严厉的谴责。那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都讲说，中分其实是有过承诺的哦，我们对处理仁爱交局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共识啊，你怎么现在把这些共识都撕毁了嘞？怎么没有按照我们的共识来执行呢？不过菲律宾是否认哦，他说没有，我们没有达成这些共识哦。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谜中之谜，美国现在他们的议员啊，这个国会的议员盖茨爆料一件事情，他说美国的空军部长亲口跟他讲，现役大家觉得 F-35的战机很厉害嘛，他说只有不到1/3有作战能力。哇，如果这个爆料为真，这个非常惊人哦。但是他因为不是部长本人讲啦，是这个议员经这个转述部长的说法哦。他说新的战机需要1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可以投入战斗哦。那另外一方面，大陆的轰20到底是不是需要美国来担心它的威力啊？现在有一个美国的情报显示出来，五角大厦官员说，无论中国的轰20未来表现怎么样，美国官员有自信。它还达不到美方设计的标准，等于说不用把它放在眼里。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有报道，他们说彩蛋对我们来讲当然就是威胁啦。中国海军的宣传片里面公布了山东舰里面航母的编队第一次完整的公开。我们来看这些画面哦，它的编队包括了潜舰啊、潜艇啊，还有航空联队都有出来。它整个水下力量还包括3艘的潜舰，其中有1艘呢，它还是战略的核潜舰哦。然后这个是他们海军的官方的一个宣传影片。正片的最后面是最黄金的一个压轴的画面，就是他们画面里面有核导弹垂直发射哈。那它从媒体从它弹体外形来判断，
应该是巨浪的潜射弹道飞弹，所以他们展现的是他们的这一个实力当然，这大家看他们是彩蛋啦，对我们来讲，那当然就是属于是威胁了。帅将军怎么看？首先啊，我相信赖英文在520必然是比较低调一点的，因为现在两岸形势紧张，他也没办法解决这个危机，而且美国的这个所谓帮忙的程度也不足以让他能够把腰杆挺得很直，何况大选已经过了，所以我的预估啊，大概不会采取什么强烈的这个措辞了。第二个，有关这个2条船的，我们的这个张千浩，什么号？张千浩，张千浩是成功级的，那碰到解放军的这个丽水号哈，这个有个问题，丽水号是才编成战斗序列的一条新船，2020才下水嘛，下水到他测试，听说他的考核成绩还不错，第1名，战绩比赛第1名，所以这个也比较嚣张一点了，讲话这个跟以前不太一样，这个东西啊。现在我跟你讲，中美对峙啊，包含双方的军方，包含世界各国都喜欢说大话。我从小看流氓打架，那个小粗辣的就跑到最前面，侯一系啊。这个看拳击赛啊，不管美国的拳击赛、世界拳赛，那个凶的一定要说把你打怕打死为止，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参考啊，不必把它当成一回事。当然。它这条丽水舰到澎湖水道是比较麻烦，因为台湾跟澎湖之间是东南亚最重要的一个水道，而且澎湖是我们的海军的一个重要基地啊，也是当年清朝解放台湾的时候就用的是澎湖第一站，所以澎湖的战略地位是很重要。那什么东沙那都不足为道了，澎湖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第二个，美军在这里讲话，那个议员讲这个 F-35啊，是不是只有1/3战力？我也不太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信的就是说，越是高科技武器零件越多，毛病就越多。F-35本身又要垂直起降，又要能够空中作战，又要电子电侦，所以它的装备是比较多，它的维修保养补保都是比较困难，所以它这个故障率高一点也是想必当然，是不是只有2/3都不行呢？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东西，美军的造船能力比较差，但是造飞机并不见得有像造舰那么困难，因为造舰是要大型的船坞嘛，飞机大概很多建立补保系统都可以嘛。当年我们台中还建立过亚东的这个波音707的这个维修中心嘛，汉翔都可以做，所以这是两码不能够类比的事情。所以这个法国跟这个来这边搅和一下，跟菲律宾这个所谓联盟，我不认为成为一个重大威胁，因为你毕竟远洋千里啊，你跑来能做什么东西啊？第二个。这个用小岛来封锁一个大国是比较困难，因为岛毕竟不像是陆地哈。当中共在这里做那么多岛，建立了机场，建立了弹药库，建立油库，加上航母的出列，那它的这个反围堵的实力就加强。如果没有航母参加，岛很容易被攻破的。今天美军不是战力往前推进，在很多小岛上部署了飞弹，其实那你开战之前，除非你偷袭打第一波，要不然你很快就被歼灭。所以大家不要被一个战争讯号所唬到的，感觉到很可怕，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第三还有一个要说的就是，美元给乌克兰批准了，但是乌克兰的能打仗的老百姓越来越少，武器再多也没用，何况这个武器还比不上俄罗斯的后勤制造军火的能力啊，这压倒性的优势。所以这个战争不要像这个不实的媒体那样吹，从开始就吹乌克兰会胜到今天自己看看结局就知道了。所以520的情势要包括美菲整个演训这个整个区域的互相牵制的状况会怎么样？请教委员。这样子我们通过来讲，两岸会不会发生战争，不是军事问题，
是政治问题。从军事来看，那你可以解释会或者不会，政治才是决定军事重要的力道。那520之前，赖清德展现的看起来是低调，但别忘了，低调要加上智慧，那个低调才有意义。假如低调加上的是白痴啊，那个低调啊是反适得其反。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当你在几天前还大声的说要进行国家重建，是吧？要进行人心洗涤，然后在军方要成立转型正义外部咨询会议，你告诉我你在向对方发出什么信息？不，你在低调，但低调的本身你做出来是愚蠢的信号，愚蠢的信号，那你这个低调是没有意义的啊！当你军队要转型正义是什么意思？那你现在转型正义，黄埔的精神要不见了嘛？没有国民革命了嘛？中华民国队不见了嘛？我想在今年黄埔100年的纪念里面，民进党的表现将会决定政治是我产业化的一步，因此他准备有多少不重要。1950的韩战准备了什么？1979年的这一个越战又准备了什么？全部是政治决定的。这是第一个我要来做说明的地方。第二个呢，这一个美军跟菲律宾呢，跟中国大陆，我们建立一个很简单的看法来讲，美军的布局是全球，那他要千里迢迢安排他的力量到中国来，中国所有的精力对象只有一个，叫美国。你想想看，美国是全球，然后要一部分来对抗中国大陆，中国是用全部要来对抗你，而且他是以逸待劳。这一场战争，菲律宾在玩什么游戏啊？好，在菲律宾里面去设飞弹基地，不设还好，设了千万不要发生战争，发生冲突，第一个被灭的就是这些地方，第一个被灭的就是美军所有在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这些海外基地。假如台湾笨也参与了这一个，那么刚刚好，这个就是我讲，这是一个政治判断的问题啊。不这样来看呢，那我们大概是会出很大的情况。那中国大陆平常讲，他已经从戴5星帽的那个土八路啊，到今天你看他的军装，它是世界同步的军事思维概念，他的战略改变了。所以我们来看看，不是改变，它进步多了。面对你采取的军事演习，我采取的是文战，我这西太平洋的论坛以文对武，这个时候你是千里迢迢把军队带到中国的海岸来耀武扬威，那我呢是在我的领域里面召开了相关的这个国际会议，这一文一笔之间呢，你觉得美国到底会占有多大的话语权？那我平常讲，我是给他做一个问号的，做一个问号的。所以谈到这里，我们这一个台湾也好，菲律宾也好，我们都必须清楚，我们的实力面对于中国大陆是相差太远。我们要活着的是靠智慧，而不是找一个老美来替你撑。为什么？他屁股拍会走的嘛。我举个例子，俄乌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乌克兰今天通过的经费，很抱歉了，不是援助 money 哦，是他的武器要给你的哦。人命是谁的？是乌克兰人的。这一场战争谁搞起来的？美国烧起来的。美国到现在有没有死伤一个？大概是个位数的了，不是战场子。那美国的金融商赚得盆满钵满，所有给你这全部回来，然后乌克兰是死伤殆尽了，很惨呐。难道乌克兰的例子还不够我们去警惕抱美国的大腿？有一天我们就发现它是一个假腿啊，那一个腿是不能用的啊。好，针对两岸还有包括南海最新的情势，来请教黄教授。两岸这边啊，我觉得赖清德去陆委会应该是一个形式上的，因为他准备要接班，他会去很多的政府相关的单位。我比较关切的是陆委会到底给赖清德做了什么样的简报？因为陆委会在两岸的关系急速的恶化这8年，其实对岸的掌握非常的糟糕。
不是他们的官员不努力，而是大环境让他们没有办法努力。在这样情况之下，他们会给赖清德做出什么样的分析，怎么样的建议？其实这个我是很好奇的啊。那另外就是说，在两岸我们也看到了有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啦。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全民皆兵，全民皆兵当然是我很小的时候听我父执辈他们讲的，那时候全民皆兵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时两岸关系当然紧张到不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2008到2016年马英九政府时期的和平稳定繁荣的这8年，所以那时候也没有放弃强化嚇阻的力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靠着政治的协商，还有政治的对话的基础，两岸展开了那种化解敌意、朝善意的方向前进的那8年。所以我觉得两岸关系其实很简单啦，也就是靠2条腿走路嘛。第一个当然还是要强调国防跟心防，但是第2条腿绝对就是政治的沟通与协商。有人说中共为什么要跟你谈？重点就在于说，因为中共他也不想用武力去解决台湾的问题，而且就像蔡正元委员讲的，确实啊，中共没有准备好攻台的能力，在没有准备好之前，我不觉得解放军会轻举妄动，除非他被逼到最后没有办法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台湾有些台独的势力，再把这些急迫感加附在中共的身上，让中共不得不思考，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也只能用武力去解决台湾的问题。那至于在南海这一方面啊，很好玩的，你可以看到北京这边是说，菲律宾马尼拉，请你注意一下，我们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其实现在就是讲小马可斯政府啦，我们都有针对仁爱礁妥善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当然，这个协议不一定是白纸黑字，但是至少中共已经讲得很客气，说我们跟你其实都谈过仁爱礁的问题。那这一定就是去年1月左右的时候，小马可斯总统去北京访问的时候，他们应该绝对谈到这个东西。那小马可斯为什么突然一下180度大转变？这个原因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啊。但是我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共还是留了一点面子给马尼拉，说，请你想一想你之前说过的话。好，这是第一点。那第2点就是说，在南海现在美菲的这个肩并肩的演习，本来就是他们2国之间年度最大的演习。那过去都是在陆上为主啊，但是现在已经超越到12海里之外。那这个确实，你说它不是剑指中国大陆，难道是剑指越南吗？因为南海越南也占了很大一块地方。但是我相信肩并肩这一块今天的这个演习啊，它不会到越南的主张的领海里面去。但是我也必须要讲，在这样的一个领海之外的这种演习，一定会进入到我们中华民国的专属经济区。那么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是不是要表达适度的关切？也就是你们演习，这是专属经济区，但是请不要危害到中华民国在海上相关的主权，还有主权相关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主权政府应该要清楚表明的。好，更多话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